大家好，我是大伟。肩颈不好的人一定要记住一点，我们的肩膀上面就扛着一个巨无霸，这个巨无霸的名字叫做斜方肌。而斜方肌很多人以为它只有这一块，我手摸的这一块叫做斜方肌。其实斜方肌的块头非常大，它分为3个束我手指的呢是我们的斜方肌上，然后还有中斜方肌以及下斜方肌。在这里我不多赘述，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说你的斜方肌长期处于一种僵紧的状态，你不仅会感觉你的脖子和肩膀非常的乏力，非常的重，同时如果你的斜方肌长期的保持一个僵紧的状态，你还会显得我们的脖子变得越来越粗，我们的肩膀变得越来越厚。好了，我们今天话也不多说，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放松方法，去把你肩颈上面的这个巨无霸给快速的缓解掉。同时呢，做完以后你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每天跟着我去做。好了，现在咱们来讲方法。这一套动作呢，咱们把它分为2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从我们的筋膜上面去入手。第2个步骤呢，是我们的一个拉伸动作，也是一个传统非常有名的动作，叫做颈项真力。咱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首先我们要找到我们手臂弯折的这个点。你看肘横纹这里手一弯这里有一个折起来的肘横纹我们在上面2指，就是我手摸的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肱二头肌我们进行一个拍打你看就这样去轻轻的拍。大家跟着我看跟着我一起做把这个动作做起来拍的时候呢，我们尽量是处于什么呢？手微微弯折一些空心的去拍，拍上一个20下到30下把这个地方先拍松。好大家看一下好，拍松了以后呢，就会发生一些非常神奇的事，是什么呢？你看我拍松了以后，我肩膀往上提一提，我会发现我拍的左边的肩膀明显的就变轻松了一些往上提的时候，左右两侧能明显的感觉不一样。好了，左边拍完以后，右边也拍一下大家跟着我一起去做，把右边也拍松。你会发现拍着拍着你的右侧也松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筋膜链就是把这个点给它拍松。好，拍完了以后我们接下来做的一个动作叫做颈项真力颈项真力，它是一个能够完全的打开我们的斜方肌上中下3块地方的一个动作你看双手合十，像我这样，脖子往一侧去弯。好，你看来1。好，手转圈，在胸口画圈你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但是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我手在画圈的时候，我下面的掌根不能分开来你不能说你做的时候就是掌根就分开来做了，不行，一定要把它并在一起，合实了。比如说我现在要做我的右侧，脖子我就往左侧去歪歪过以后，你看来1，好，画圈。画圈的时候，每一下都要画到我们的极限这个掌要把它合实在一起。你看每一下，你看从这里我都能感觉到我的脖子从画这个圈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脖子有一个强大的一个牵引的力量。好，我们就这样这个拉伸感是非常的十足的，每一下都达到你自己的极限你甚至可以顺时针做完了以后，逆时针再做一下做一个3到5圈就可以了，不用做多就在你的胸口画圈。这个动作是不是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好记？好了，我的右侧做完以后，现在我要做左侧。做左侧头就往右侧去歪，然后呢手一样合十画圈。你会发现在绕的时候它是带着我们的肩胛骨去把我们的周边的肌群全都放松了包括我们上面讲的上斜方肌、中斜方肌、下斜方肌都能放松这个巨无霸慢慢就给瓦解了好，我们做完以后，再把你的脖子活动一下会感觉你的整个肩颈非常的舒服这套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没事的时候就做一做拍手加上我们的一个颈项真力。如果你感觉好的，记得一定要把动作转发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和家人。同时呢，不要忘记关注我，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的根在腿，腿的根在胯，练胯又练腿，到老不受罪。大家听这个顺口溜是不是特别的顺那么今天给大家画个重点就是说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我们的一个胯部。
这个位置啊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特殊，就和我们上面讲的一样，我们的腿的根部啊就在于我们的一个髋关节，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胯部。这个位置为什么重要呢？大家看啊，我们无论是走路还是跑步，是哪里在转？就是我们的一个髋关节。你可以把手放在这个位置啊，你看腿只要摆动起来，都能感觉到我们的一个大转子啊在里面来回的摆动。那么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啊，他感觉腿脚没有力气啊，走路没有劲，是哪里出问题了呢？啊，其实大多数啊都是他的这个髋关节，你看摆动幅度啊一天比一天小，那么久而久之就会感觉这个腿部的力量啊不够了。为什么说这个胯是腿的根呢？还有一个隐藏的属性啊。就是我的这里，我的腹股沟啊，这个下面啊藏着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气血通道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胯部是这里的一个总阀门，经常把胯给它打开，就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气血通道啊流向脚底的这个气血运行啊会越来越好，循环代谢也会越来越好。好了，咱们讲了这么多，胯部重要是希望大家了解到它的一个原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讲怎么样把我们的胯部给打开，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大家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动作啊收藏下来。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开始来讲解动作。这个动作啊非常简单，我先给大家演示一遍，然后把动作拆分开来给大家讲细节。动作怎么做呢？你看腿这样去摆，摆好以后，你看转胯，转完以后踢，好，再回到原位，转胯踢啊，再来转胯踢啊。很多人看完以后说你这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简单嘛，但是呢，你们自己去做，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其实并不简单。好，现在我们来做动作的拆解啊。你看腿先往外，然后呢，这个时候注意啊，我的大腿啊要有一个微微的内旋，你看。把这个腿放外面，然后脚尖点地，大腿内旋。此时你会感觉这里我手指这一块有根筋扯着晃啊，这里呢其实就是大家紧的地方。小腹微微内收，然后呢开始怎么做呢？你看腿抬起来转啊转往外面转啊，转的时候呢，你看脚尖要勾着，勾上去到你的极限，哎，往外面转不动了，好怎么办呢？你看往下去踢。踢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啊，怎么去踢非常重要啊！你看，这个腿是往外，你看旋着往外，然后我们往内旋去踢，看这个脚尖的一个方向，往下踢的时候脚尖下压啊！你看这个动作非常的玄妙啊，就是我们做的时候啊，不仅仅是把这里我刚刚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给它拉开了，同时呢，我们在转的时候打开了我们的胯，再往下踢的时候，促进了气血往下去走啊。所以这个动作我要如果不讲，你可能不会明白，就感觉这个动作很简单。我讲了以后，你们把这些细节知道了以后呢，自己去练起来的时候，感觉就会不一样。那么这个动作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大家做的时候啊，手一定要扶着墙。假设我这里啊是一堵墙，你扶着墙，你看慢慢的把这个动作的感觉找到。往我们的前方啊去进行一个往下回旋的一个踢，脚尖点地啊，脚尖往下绷，然后回到原位，再来转踢啊，再来你看转踢啊，就这样。你们做的时候刚开始一定要扶着墙，不然的话你的腿部不稳，很容易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就是身上在扭动。那么身上一扭动，你这个动作啊就立马就乱套了啊。所以呢，这个动作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反复多看几遍啊，把这个细节给学到。那么你做完以后啊，活动一下腿，你看我的左腿没做，我的右腿做过，明显啊抬起来的时候，我的右腿啊变得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舒服。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也就分享到这里了啊。我们一般左右腿都要做，一条腿啊做上一个30下到40下左右就够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如果你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老年痴呆的人啊，我遇到过很多，也对这个问题啊做过深入的研究。这个问题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给大家简单的来讲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的记忆能力啊，突然偶尔的会有一些忘事啊，就是记忆能力下降，有些东西啊突然一下子就忘记了。然后随着你的时间啊变长，你会发现啊，你的大脑当中的一个空白量啊是越来越多啊，忘记的事啊也是越来越多。不过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说你小时候发生的事啊，一般来说是不容易忘记的，就是容易忘记近期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再到后面呢，就开始啊有一些记不得路了啊，记不得人了。
逐渐的开始你的讲话能力啊，开始有一些磕磕巴巴的讲话能力啊，别人都得靠猜，你自己想说呢，你也不知道怎么去组织语言。再到后面啊，你的就是小时候一些经历的问题啊，除了一些非常深刻的，都开始逐渐的忘记。到最后你就什么也记不得了啊！这个老年痴呆这个问题啊，其实非常难，难在哪里呢？就是说它现在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法，唯一一个能够预防的是什么呢？就是经常啊去活动我们的思维啊，去做一做手上的一些思维操啊。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2个手上面的思维操，这2个动作啊，我是感觉是非常好的，也非常简单，容易练习的。特别是你在平常的时候没事的时候还能去把玩把玩。这2个操啊，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啊，可以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一次跟着我就能学会的，也可以在评论区打上已学会，让别人为你点赞。好了，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来教动作。第一个动作非常简单，它是能够锻炼你大脑意志力和控制力的动作啊。这个动作可以勤加练习。你看，大拇指互相点上啊，然后呢，我们把手握在一起啊，再伸直，再握在一起，再伸直，再握在一起，再伸直啊。这个动作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它有一个要求啊，你们一定要达到什么呢？大拇指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握在一起的时候，指尖千万不能露出这种缝隙。比如说做个错误的给大家看，你看，一做的时候手就散开来了，一做的时候手就分开来了啊。你们这样做就不行。这个动作练习的时候最好对着镜子去做，自己这样观察得更清楚一点。你看，你想让手不出现缝隙，并且把它捏在一起啊。既锻炼了你的力量，又锻炼了你的大脑控制能力。好，慢慢的伸出来，2、3、4、5啊。做完以后，这里会酸酸的啊，都正常的啊。做完了5遍，换手，你看，再来1、2、3啊，不能出现空隙啊，指尖不能留空隙。4、5，好，做完了以后再换手，再来啊，非常简单，1、2、3、4、5，好，刚刚那组啊就做的比较快了啊，简单大家做一下。大家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手在折的时候不能这个有空隙，一定要用意念去控制好它。你们集中注意力啊，做的时候看着手去做，你就有这种感觉，就用意念去控制手，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好，我们讲完了第一个动作，来讲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是什么呢？你看啊，我们首先啊，把我们的手一定要张开来啊，把手张开来，然后呢，用我们的食指啊点在一起，2个食指点在一起，然后把我们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点在一起，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你看，这样的一个姿势，大家把它做好。你看，手张开来，食指点食指，大拇指点小拇指。好，做完了以后呢，以我们的小拇指为一个轴，你看手这样一转，转过来，好，大拇指碰小拇指，再一转，转过来，还是大拇指碰小拇指，再一转，转过来，又是变成了最初始的样子。大家看啊，这个动作我再做慢一些啊，你看。食指和食指相碰，大拇指和小拇指相碰，然后呢，以我们下面这个点啊，看转，哎，转到我们的大拇指碰小拇指，再转，又转到我们的大拇指碰小拇指，啊，再一转，回到我们初始的一个姿势啊。做快一点呢，就是这样看，1、2、3， 1、2、3， 1、2、3， 1、2、3。1、2、3， 1、2、3啊，整体做起来啊，你会感觉特别的累，是什么累呢？一个是你的大脑要去控制，就是你有时候啊做的时候做不好，它思维就会乱，乱了以后呢，你就不知道去点哪了，一绕就人就绕糊涂了，所以你的思维其实是在跟着你的手啊是一起转动的。第2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它手啊要求的是完全的打开，就像这样全部张开来。张开来以后呢，它是练习的你的哪里呢？整个筋啊，我们手腕这一圈，你会感觉发胀，都是正常的。所以这2个动作啊，它和我们其他做的动作不一样。其他动作做的动作，它有的是灵活手指的。我们这2个动作啊，是加入了我们的思维，就是一个专注模式。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手上的一个力量的一个练习。因为毕竟呢，我们手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缩影。所以在这个做的时候啊，它既能锻炼到我们的整个力量，又能够增加我们的思维能力。这2个动作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2个动作你可以在平常没事的时候
自己呢做一做啊，打发时间啊，就这样去做一做啊，非常的好。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受益，同时把这个视频啊可以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到了冬天以后，是不是感觉自己的食欲变差了，自己的脾胃功能越来越弱？我告诉你啊，不只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而原来脾胃更差的一些人呢，他的感受啊是更加的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身体啊会受到身边的一些季节的因素影响，所以呢才有了24节气，让你在不同的节气去做不同的事，让身体啊变得越来越好。那么在冬天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的阳气啊是处于一种内藏的状态。那么此时呢，身体啊就相当于开了节能模式，因为天气非常的冷嘛，即便你在家里面有暖气，它依然会有一种寒气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你的脾胃功能啊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你看东西啊是吃也吃不进去，而且感觉吃进去的东西呢，可能消化吸收也并不是很好。这个其实就是你自己的脾胃变弱了，而户外天气的因素呢，又大大的减弱了你脾胃的一个运化，所以才会出现脾胃变弱的这个问题。那么在冬天，我们是不是应该更注意脾胃的一个养护呢？答案是肯定的。你要知道，在冬天，我们需要通过食物来给身体提高热量。如果说本身你的这个阳气就处于一种内藏的状态，你又不通过饮食啊去补充，那么你的身体啊就会感觉怕冷，特别的寒，而且这个寒啊是感觉骨头里面发寒。怎么样去把脾胃去养好，让吃的东西能充分变成养分，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今天我教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这个方法南怀瑾老师啊就曾经讲过，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准备花椒6到7颗，艾绒1小撮，再加上桂圆肉1颗，把这3样放在研磨罐里面捣碎了，加入适当的蜂蜜，搓成一颗一颗的小丸子。这个小丸子啊，它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你千万不要小看。你想一下，它其中包含了这个艾绒的阳刚以及温阳的一个力量，再加上了花椒的一个窜走能力非常强，桂圆肉的补脾养胃，就这3样啊。搓成一个小丸子，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放在肚脐当中，然后用这个封贴啊把它贴好，记住了，一定要把它贴牢了。睡醒了以后直接把它撕掉就可以了。肚脐这里呢是一个最适合吸收这个小丸子能量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在母胎当中啊都是靠着这里啊去获取外界的营养的。那么我们就这样坚持大约在49天到60天这样的一个区间，你会发现你的脾胃啊慢慢就好了，而且呢小腹当中始终都会有一种小太阳一样的温暖啊，就在这里。这个方法是非常的好，分享给大家。但是有些朋友啊，他自己是没有时间做的，动手能力也不强，怎么办呢？大家可以跟我一样，直接选择已经成品的这个肚脐贴，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手里拿着的这个肚脐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养好脾胃，在冬天去用，还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升阳气。那我们拿出一颗啊，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的小丸子。为什么说它好呢？首先咱们鼻子凑上去，轻轻一闻就能闻到里面很浓郁的味道，这个味道啊是骗不了人的，味道越浓郁，证明它里面的选材用料就越真。这个小丸子以及它送的这个封贴啊，非常的方便省事。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只要把它直接贴在我们的肚脐当中就可以了。如果感觉身体当中啊湿气比较重的，我们把这个小丸子再多取2颗，贴在我们脚体的涌泉上面，就这样每天晚上你就这样去贴，贴完60天以后，你会发现在这个期间啊，你的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强壮，精力一天比一天好，而且呢，脾胃好了以后啊，你吃东西啊，吃进去的东西啊，它不是走一圈就出来了，它能充分的消化吸收，把里面的一些养分啊供给我们的全身，让身体啊变得更加强壮。这个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大家在冬天去用啊，真的是非常的好。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湿气越重，你的身体上面负担就越大，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啊，就会不断的来找你身体上面的麻烦。我相信啊，常年被湿气缠身的人啊，都有这样的感受。每天啊浑浑噩噩的，这个身体上面啊总是使不出来劲，而且呢自己的身体啊明显感觉体质的状态啊是一天不如一天，特别的嗜睡。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湿气啊不断的在身体里面啊捣乱。
那我们怎么样去除湿气呢？其实很多人都发现啊，这个湿气啊是特别的难以去除的。有句古话就是这么说的：千寒易去，一湿难除。祛湿成了很多人的一种噩梦，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去除不干净。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就是你的方法和你的地点啊没找对。方法没找对，大家能理解；地点没找对是什么意思呢？你一定要找到这个湿气最爱藏的一个大本营。湿气啊，它喜聚足底，涌泉为其泄口。涌泉堵则湿气生，涌泉通则湿气泄啊，就这么简单。只要你能在我们的足底啊，把这个湿气啊给它合理的排出去，那么我们身体当中的祛湿口打开了，这个时候你身体当中的湿气啊，慢慢的就会变得干净的。咱们很多湿气重的人，是不是就发现自己的腿上啊冰冰凉凉，而且啊循环不好，每天腿特别的重？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涌泉这个点啊堵了。那么涌泉这个点怎么给大家去通的，让湿气能泄出去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很多人尝试过以后啊都反馈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手里拿着的这个蓝湿足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去除了顽固湿气。这个封面啊就写着扶阳祛湿的7君子，我给大家读一下：老姜、艾绒、桂圆、花椒、桂枝、当归、丹参。这7样，那么它组成起来呢，就是这么一小袋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小包。这个小包啊，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把它贴在足底的涌泉，然后你就安安心心去睡觉。第二天起来以后，你把它一撕开，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啊，这个小包装上面它附着着一层黏黏糊糊的东西。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我用了这个蓝湿足贴已经用了足足2个多月的时间。我第一次撕下来的时候，我和大家一样都非常的惊讶，身体当中啊竟然偷偷藏着这么多的湿气。通过这个足贴吸附出来这个黑乎乎黏稠稠的东西，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藏污纳垢的一些不好的杂物。然后呢，我每天去贴，随着我贴的次数一天一天的增加，慢慢的它湿气排出来的就越来越少。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再撕下来，这个脚底上面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了，没有这些黑乎乎的物质，而且身体上面会非常的轻松。你会感觉到湿气去除了以后啊，明显身体啊就变得轻松了，而且有力气。每天啊就感觉自己非常的积极阳光，整个思维、情绪一些不好的负面情绪啊都抛之脑后了。这些其实都是去除完湿气以后给身体带来的改善。这个蓝湿足贴呢，我把它放在了我的橱窗当中。大家如果常年被湿气困扰的，真的可以把这个蓝湿足贴每天晚上贴起来。你坚持一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你就能感觉到自己身体上面发生了一个变化。好了，视频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